關於玄學，我可以講一講我和我寵物的故事。我從小喜歡異寵啊，什麼叫異寵呢？就不養那个正常人養的東西啊，所以呢，他從小養了一條小蟒蛇，哎，這麼長的時候，就圓珠筆那麼大啊，巴掌大的時候啊，他就在養啊，那時候可以盤在手裡。現在養了很多年，養到多大了呢？啊，3米多長了，3米多長，給我照片啊，這麼粗啊，我操，這麼粗，真的是碗口粗的大蟒蛇，在他家養着呢。我家的蛇現在啊，就是散養在家裡。我有2個記憶猶新的關於這個蟒蛇的事啊，因為那玩意兒是有靈的，蟒蛇是有靈的啊。蟒，我跟你們講過，就是成精的動物的幾大特色嘛，它就是符合嘛，會打洞啊，壽命長，腦子聰明啊，這算力夠，這就是狐黃白柳灰啊，都有這個共同特點啊。那麼有2個記憶猶新的事情啊，貓和狗為什麼夠，但是它成不了仙呢？什麼壽命太短啊，10幾歲就老死了。我跟你一點不誇張，如果這個狗能活30歲、50歲，貓能活5、60歲，你看它成不成精？它一樣成精的。所以過去就是不能養，就是養貓養狗家裡不能養就不能養得太老嘛，啊，要處理掉，就是因為它會成精啊。那麼有一次啊，在它2米左右的時候啊，有一年冬天，它給我托夢啊。冬天大家知道蛇都是要冬眠的嘛，啊，不吃不喝一動不動啊。北京冬天也挺冷的啊，他就把蛇養在陽台上，讓這個蟒冬眠。托夢，我夢見我們家陽台上站了一個黑色陰影的這麼一個人啊，仔細感覺根本看不清楚臉，仔細感覺是一個小男孩啊，也就是2歲的時候他已經開始隱隱的有了靈氣了。他就站在陽台上站着那樣看着我，我走到他身後，他告訴我很餓，我想吃老鼠了。括弧，我的蟒一直餵老鼠，但那段時間是冬天，我就沒餵它。然後我夢到這個之後，我就趕緊試着去餵它，其實它就吃了，我覺得非常神奇啊！這個給你托夢了。還有一個，那時候我已經大概養了它第3年的時候，那時候我要出國留學啊，范小健出國留學去了，我和爸媽就討論，那蟒怎麼辦呀？范小健養了個蟒，范小健出國留學，那蟒怎麼辦？我和我媽呢就說，那就在家裡養着吧。小健出國留學了，就我們替他養着吧。我爸呢就開槍了啊！我爸就說，哎，就給他送走吧，送人吧，或者賣了吧。結果我爸剛說把他賣了，這個蟒啊就過來了，就朝他爸就咬，衝他爸就發起攻擊，一直撲他咬他。我就感覺他聽懂了人話一樣啊，非常有靈性，所以我們家人也不敢把它賣了，就留下來了。因為我們家這條蟒從沒有咬過人啊，從沒有咬過人。就那一次我們說話的時候，什麼動靜也沒有，就趴地上，聽到我爸說把它賣了送人，撲過去就咬，而且他只咬我爸。那天他不碰我和我媽，看都不看，就只奔我爸啊，我爸咬，當然也沒咬着啊，就是嘶啦啦的追他爸。那麼聽了您的玄學，我覺得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無法解釋的事情，這有什麼無法解釋的呀？王叔再給你講，狐黃白柳灰啊，狐黃白柳灰，這都是能成精的動物。蟒仙啊，蟒蛇、長蟲啊，它是姓長的，它在仙家裡邊是一個主流。狐黃白柳那大姓啊，就像張王李趙一樣，在中國人裡邊是大姓啊。所以啊，我家蟒蛇在我家過得確實不錯啊。我給您附一個我和我家蛇的照片，我發過來，這麼大，這麼粗。幸虧沒給我兒子買寵物蛇，3米，你以為呢？那玩意兒能長到3？他養的這種蟒就是類似緬甸蟒，3米還是小孩呢。他又餵得好，家裡又大，那我估計6米都不是夢吧？就是長這麼粗都不是夢，長這麼粗都不是夢。這叫異寵嘛，化形大妖，真的是啊，老常家的啊，常先生家的矩陣預感。啊，大家下一封信倍兒有意思，也是真實的，非常真實啊！大家看過《黑客帝國》嗎？我的所有的玄學教友都必須看一部好萊塢大片，一系列叫《Matrix》，黑客帝國一定要看，一共5部吧，一定要從第1部看，第1部是它最重要的一部，1990年《黑客帝國》第1部啊，《Matrix》
非常值得看。它不是一部電影，Matrix 是嘛？它鸡巴是揭露世界真相的，極其接近世界真相，極其接近啊，极其接近。尤其是对於人間的描述，絕逼是真的啊！當然，對於天界，就是那個可能是有點扯淡了，就是一人一個他媽大盒子裡邊裝着藥水泡着人，那個是扯淡了啊！那個扯淡，那個可能不是那麼簡單的啊，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肉身，不是那個。但是他對於人體的這種就是進入意識、進入世界的這個描述，太他媽真實了啊！就是這個 Matrix 部分太真實了，西安部分。就是 GM 部分那個不太真實啊。那黑客帝國中第一部中反复出现一個鏡頭叫黑貓啊，就是他們開始牛逼了以後，開始能夠進入人間，啪進入那個高維時空，再回到人間啊。他們掌握這個技能之後，在那個人間在他们經常聚會的那個據點裡邊有一隻貓，黑貓，然後出了一個殘影，那黑貓他剛才看見又來一次。一模一樣動作，然後呢 ，Neo 啊，就主角叫 Neo，Mr. Anderson 啊，Neo 先生在那裡邊脫口而出一句法語，叫 Dejava。Dejava 是一句法語 ，Dejava， 他說了一句法語 Dejava。Dejava 的意思就是這他媽怎麼翻譯成中文呢 ？Dejava 就是怎麼又來了一次啊？就是這個動作再來一次，這就叫 Dejava 啊。所以這是一個關於世界是虛擬的重要的證據。那麼我們看看這個觀眾的 Dejava 啊，似曾相識啊，就是那樣，就是遙視嘛，預示啊。我是您的忠實觀眾，最喜歡看歷史直播。自從觀看了您的節目，讓我三觀徹底升級，尤其是八字真言啊，就是遠行奇遇，學成歸來，八字真言。其實我以前也有這麼做，但是沒有這麼總結過。相信很多人看到之後都會終身受益。如果以前我有這個認知，我的人生會少走很多彎路，人生會大不同啊。八字真言我知道的太晚了，沒有上升到高度指導我的人生，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夠受益。我想問一個關於玄學的問題啊，也是他經歷的。我從小到他今年50歲，我從小到今天50歲，我經常遇到一個情況，就是我正在做一件事的時候，忽然就會感覺馬上會發生的另一件事情。比如說啊，我經常在單位工作的時候，我忽然就會感覺到幾分鐘後會有一個人進到我的辦公室。音容笑貌男女認識不認識，長什麼樣，要說什麼話，穿什麼衣服，甚至衣服的款式顏色，進來之後要坐到什麼位置，坐在哪個椅子，要跟別人說什麼，我馬上能感應到。而且奇怪不奇怪的時候，等一會兒真的就會發生和我之前感覺到的一模一樣的情況，一點不帶差的。進來的人和他所做的事兒和所處的位置、坐的位置、說的話會分毫不差。還比如我有一次我在火車上，我就會突然感覺到下一站會停車的時候會上來一個什麼樣的人，手上拿一個什麼樣的行李，穿什麼樣的衣服，說什麼樣的話。然後不止一次發生啊，就是真的啊，火車一停真的來這麼一個。這種情況我在年輕的時候頻繁到一年可以碰到10多次，就是每個月都會碰到這種事兒。但是隨着我年齡的增長會越來越少，現在就是越來越少了。但這種情況呢，對我什麼用都沒有，因為從來沒有感應到彩票號碼，我去澳门也玩過，但也沒有出現什麼奇蹟啊，就是感覺到什麼人進來，他媽我也感覺不到他媽的彩票出什麼，或者輪盤賭，我也感觉不到那蛋子要進奶格裡，我就感覺到人出來。但是學習了很多的物理知識之後，尤其是我接觸了量子力學之後，我開始懷疑這個世界是虛擬的。教主您知識豐富，請問給我解惑這什麼情況啊？來自真正的教友啊，可有意思了，我操！我覺得你自己都解釋了，那這世界就是虛擬的。所有我們拿香教的觀眾都知道世界真的是虛擬的 Matrix。不好意思，你就具備一點點這個就是穿梭時空的這一點點能力，而且非常偏門，就只能看下一個誰來。這個真沒有用，真的沒有用。所以那怎麼辦呢？你要是说
能感应到他媽的骰子下一個是幾號，那就那麼有大用了。那你看那沒有啊，那就我也沒辦法啊，愛莫能助了。就是这個原因。其實一開始我說《黑客帝國》的時候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的解釋就是這樣啊。他沒有偏財運，對，他沒有偏財運，確實是啊。夢遊和玄學啊，其實好萊塢電影現在已經開始大量的探討這個問題了，尤其是科幻電影，好萊塢的科幻電影和動作片大量的開始探討這種問題，幾乎都見怪不怪了啊。沃卓斯基兄弟啊，什麼那個都開始了啊，那個卡梅隆啊，這些先行者們。夢遊和玄學啊，夢遊，下一個就是夢遊的啊。夢遊的本質，我先告訴大家，夢遊的本質就是暫時啊自己的靈魂失去對自己肉身的控制權啊，就放空了，然後把控制權交給另一個靈魂啊，这就是夢遊的本質。大部分時間交給的是個鬼仙啊，就是一個所謂的孤魂野鬼啊，控制你。但是呢，你不是完全被控制，夢遊的狀態不是完全被控制，不是那種附身吶，不是那種請神上體，不是完全，它還有一點點殘存的自我意識啊，但是不多了，有點像蝦仁穿越之後啊，蝦仁穿越之後不是腦海哗哗又滾入前世宿主的記憶嘛啊，就是這個。那進入一個薩滿的狀態，那就是其實夢遊就是薩滿的狀態，薩滿請神上身，就是他自己請的啊，那没有做夢啊，他自己請了，直接进入的那就是薩滿。但是你不，因为你没有萨满的本事，但是你进入的狀態跟薩滿是一樣。老王你好，他姓王啊，這個女士。這次我想向您請教夢遊的問題，夢遊和玄學有關嗎？還是只是睡眠障礙？哎，跟玄學有關啊！我剛才這是我的觀點啊。我從10歲到20歲這期間，我一直在頻繁的夢遊啊。最頻繁的時候，一周夢遊3次。我操，這就是真的是啊，就是可以把健身時間放在做夢時候。第一次的時候是家裡哥哥發現的啊，第一次夢遊，那時候我們那時候很小，家裡也很小。我哥哥睡在餐廳，晚上的時候他沒睡着啊，我先睡覺了，他就看見我走了出來，抱着枕頭，就那麼盯着他看。他說他當時看我眼神不對，都嚇死了。那時候他也沒見過夢遊的人啊，但是他上網聽說過有人夢遊，所以他說當時聽着我的呼吸的聲音是在睡覺的那種狀態，發出來的是睡眠的呼噜声，但是又瞪着眼睛抱着枕頭站在床邊看的，所以確定我是夢遊。從那以後我就變得夢遊起來一發不可收拾了。從開始的只是在家裡啊夢遊起來以後開燈啊扔枕頭，最後變得後來媽媽要跟我一起睡看着我，因為我有過一次夢遊自己開我們家的窗戶要跳下樓去的經歷啊，要自殺了啊，野鬼要帶你去頂包了，叫做替身了啊。那是一個壞鬼啊！有時候夢醒啊，有時候睡醒，媽媽還會跟我說，昨天她還沒睡覺，我在屋子裡已經睡着了，突然聽到我在和別人說話，一會兒哭一會兒笑，後來我自己走了出來，夢遊狀態，但是旁邊那個人他看不見啊，他還在跟旁邊人有說有笑呢。那看了老王節目的人當然知道那是啥了，我操，那是個鬼，就是附體到他身上的是一個鬼啊。那時候開着他薩滿狀態，那個鬼他開着陰陽眼嘛，旁邊還有一鬼啊，倆守鬼啊，不是熟人，守鬼，有說有笑的啊，一會兒哭一會兒笑的。那他旁邊那個人他也看不見，他也聽不懂我說的是什麼語言啊，是上方語，因為我們說的不是中文，也不是方言，那是上方語，上方語是動物語。啊，所有說上方語的，上方語可以對話的，還有語氣，有語音語調，具備一個語言的所有的要素。所有說上方語的這些仙人，基本上都是動物仙，啊，當然，前一段時間氣功熱的時候，飛碟熱的時候，中國大陸上說這些說的是外星語，那反正怎麼可能呢？外星語你怎麼會了？那就是動物仙的語。那個語言其實不如中文啊，不如中文嚴謹啊，不如我們人類語言嚴謹，但你聽不懂。我就見過，我在河南見過倆說上方語的大仙兒，可有意思啊！那個老雞哦，該那过来數啊，兩人，我操，有問有答哦。然後我跟着那個人，然後我跟着那個人，還是說說笑笑啊，然後就準備開門走出去了。就在我開門的時候。
我媽媽輕輕的拍我，輕輕的叫喚我的名字，他媽都不敢，他媽不敢大聲叫他啊，怕他丢了魂儿，也不敢大声叫啊。然後这么几次之后啊，叫几次之後，我就乖乖的回屋裡繼續睡覺了。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多次啊，就是被附體了啊。那時候是鬼在操縱他身體。後來自己都習慣了，只要一覺睡醒，感覺自己身體比較累啊，就像前一天劇烈運動啊那種累啊，那就是又夢遊了啊，就是你這就是跟那個出馬仙附體之後的是一樣的啊，渾身酸疼累。第二天早晨吃早餐，我媽絕對會跟我說：“姑娘，你昨晚又夢遊了，你昨晚幹啥的，就描述一下。”直到有一次發生了我覺得比較玄幻的事情，我聽到了我媽媽的心聲啊，因為這次附你的人，那不是一般的孤魂野鬼，這次附你的人是一個高靈啊，就是一個就是人仙兒啊，帶他心通的啊，就是我估計你已經。我說句你不愛聽的，在夢遊界，就在附身界，你這個名聲已經傳出去了，你是變成公共汽車了，已經，就是你們家那個方圓十里八鄉的鬼啊，就是玄學的這個異世界的這些生靈們都知道啊，那家有一小姑娘，那是公共汽車，可好上了，上去之後就開着就走啊，那都上你這兒來做人形高達來了，哎，終於你引來的都不是一個，所以那次晚上我睡覺，半夜醒了，我媽也睡覺了。應該是2點到5點啊，這個之間凌晨。那時候我媽和我後爸一起睡啊，然後他媽媽離婚了嘛，在家後爸，然後我半夜我就起來了啊，夢遊了。但我很驚訝，因為這次我發現我操控不了我的身體，和夢魘控制不了身體的感覺又不一樣啊，就跟鬼壓床不一樣。夢魘是就是鬼壓床是有一種力量壓着你靈魂，你控制不了。而我這次夢遊是我就控制不了我的動作，就感覺這個肉體不是我啊，他是另一個人在指揮啊，不是我的身體，是另一個人在控制，我只有能觀看的權限啊，就是他這個看啊，這個權限還有，但是指揮沒有了。但是他發生的一切我卻都記得啊，我起來後燈都不用開，夢遊的人有夜眼的，因為那是鬼嘛，他不用看啊，燈都不用開。在摸黑徑直就朝我媽的房間走去，地下擺的雜物啊，黑燈瞎火的，我都能準確避開。然後我就躺在了我媽的身邊啊，因為媽媽跟後爸住在一個床上，她躺在媽身邊，我媽就醒了，知道又看見我是在夢遊，知道我是在夢遊，然後我在夢遊狀態，我就聽到我媽心裡的心聲，聽到他媽的心裡的聲音了。我姑娘這又夢遊了，跑來和我一起睡。哎呀，這床太小了，夏天天這麼熱。哎，這麼擠着太難受了，不然我去沙發上睡吧。不行，姑娘睡醒發現自己和後爸在一個床上睡，多尷尬呀，肯定多想啊。哎呀，真難受啊，真擠呀，真熱呀。啊，媽媽的心聲這是。聽完我起身就走，回我自己房間睡覺。第二天睡醒，我媽就又把我昨晚夢遊的過程跟我說，你昨晚又夢遊了，閨女，你是上我床上睡覺了。然後我說我知道啊，因為這次他自己能有觀看權嘛啊，我知道啊，你昨晚嫌熱我就走了。我媽說你怎麼知道呢？我心裡我嫌你熱，我沒說呀。說我沒跟你說呀，我怕你萬一睡醒看見，就是他媽說我怕你萬一我跟你說的話，你醒過來你看你跟後爸和我躺在一個床上，你尷尬呀啊，所以我就一直搁那堅持熬着你走啊，熱死我了。我說我知道啊，那天晚上就是因為聽到你的心聲才走，你心裡是不是這麼說的一段？哎呀，太熱呀，我要走，我去沙發上。哎呀，不行，你是不是說這一段？我媽很驚訝，但她是共產黨員，她只信共產黨。因為我媽媽是共產黨員，家裡二姨讓我媽給我找個神婆看看吧。我媽堅信是因為學業壓力過大造成的夢遊啊，不需要看。直到最後一次，我媽崩潰了。什麼意思呢？我上大一的時候，我睡前想着第二天中午啊要打個熱水啊，那應該岁數不小了。我們那個時候上大學，每個宿舍都有暖水壺啊，就是暖瓶啊，每天都要去打熱水啊，喝熱水，泡个方便面，泡個茶之類的。然後就睡了。第二天舍友說我夢遊了，說我突然站起來拉開了他的簾子，不知道在咕嚕咕嚕說着什麼話，一直盯着他看。他那會兒在玩手機，嚇得尿都快出來了。他的直覺告訴他我是在夢遊。機緣巧合之下，我們宿舍另一個女孩是基督教的家庭，
那會兒我們經常去他媽媽的一個朋友家吃飯啊，那個家庭也是基督教啊教友。那个基督教阿姨很善良，每周末都会给我们做好吃的，然後我們就向她講述了我夢遊的事情。她說這不行啊，那個基督教阿姨懂這個，說這不行，很危險，尤其是你一個人睡覺的時候啊，你跳樓怎麼辦？來，我們幫你祈禱吧。於是這個基督教的阿姨呢，就向向神祈禱，向上帝祈禱。那天也向我念了很多祈禱詞，之後確實沒有再夢遊過了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是處女了，和這個有關係嗎？度了陽氣是吧？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是基督。你要這兩個事兒是同一天或者同兩天發生的啊，那就是那就不得而知了，這就是永遠是謎了。如果他媽祈禱了，你又夢遊一次，然後你咔跟你老公一草逼，我操，你好了，那就是度了陽氣啊。如果要是沒有的話，那就誰知道呢啊？如果是和我老公有關係，我得保持啊，因為自己一個人的話，以我的夢遊經歷太恐怖了，萬一跳樓怎麼辦呢？是，那真的是挺危險的啊。好嘞。